2026年3月24日，中文互联网被一个突发的消息撞了个满怀。传闻考研名师张雪峰心脏骤停，正在苏州进行抢救。3月24日，网传张雪峰在苏州突发心脏骤停，送医院抢救。该消息引起公众担忧，各方回应都没有辟谣此事。据媒体爆料，张雪峰的合伙人接受采访回应称，暂时无可奉告。张雪峰的助理表示，人正在成都，不太清楚此事。据了解，有不少网友爆料，张雪峰在家中跑步机运动时突发心梗，人已经没了。还有网友表示，看到张雪峰在医院的 B 超检查，心脏已经停了。有知情人曝光张雪峰朋友圈动态，他曾在3月22日发布跑步打卡记录，当天跑了7公里，3月累计跑步72公里。张雪峰有运动习惯，这种强度对他来说不算太高，但他曾发生过健康问题。2023年因过度劳累导致胸闷心悸，被医院强制收治住院。若近期疲劳工作，又展开强度训练，很可能会导致身体发生意外。目前，张雪峰本人及公司尚未回应，不过他的社交账号照常更新。22号和23号发布了升学的相关视频，24日连发2条视频。最新一条视频发布于24日傍晚6时，他吃着外卖回应网友的考研问题，状态看上去不错，但未必就是当天拍摄的视频。最后也希望张雪峰老师尽快出来辟谣，一切安好。这个消息一出来呀，舆论场立刻裂成了2个极端，有人在焦虑的祈祷，有人在怀疑是炒作，还有人在进行某种不怀好意的围观。大家早上好。初中的孩子刚出门，小学的孩子在吃饭，高中的孩子在背书，他们的家长在看我。我们先不急于给这件事下定论，但我想通过目前几个相互矛盾，甚至有些吊诡的细节，带大家看看这场生死疑云背后的真实底色。多家媒体对此事进行了跟踪和采访。张雪峰的核心助理万霞回应说：“我人在成都，不太清楚此事。”而他公司的合伙人给出的答复更是绝，只有4个字：无可奉告。大家想一想啊，在一个高度成熟、极其依赖个人 IP 的商业团队里，对于老板的生死这种级别的消息出现这种信息真空是非常不合理的。如果平安，最简单的公关动作就是发一张他正在工作的照片或视频。这种不清楚和无可奉告，实质上是客观上允许了流言的疯狂滋长。更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今天下午6点半左右，张雪峰旗下的多个直播间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集体突然断流停播。这种集体的反常的沉默，确实给这件事儿蒙上了一层解释不清楚的阴影。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各大平台会有个热搜叫张雪峰死了，就是他可能会成为一代人的那种回忆，就可能那么10几届的学生会印象说，哎呀，就像有的时候大家说，比如说刘德华、张学友，那是一代人的回忆，对吧？我希望能成为同学们或者家长们这一代人的那种回忆。你说挣多少钱对我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就是能够帮到大家。这个是最重要的，能够帮到大家是最重要的，会的是吧？会永远活在你们心中是吧？我刚才看到有朋友赵老师，你会的，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谢谢你啊，哈哈哈，谢谢你。说实话呀，我个人一直并不太认同张雪峰这些年做的事儿，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极其高明的生存投机者。他精准地捕捉到了中国家庭对于阶层滑坡的极致恐惧，然后把这种恐惧转化成了一套极具煽动性的避坑逻辑。他通过制造和放大焦虑来完成商业收割，把大学教育简化成了纯粹的职业培训。但也正因如此当他深陷这种生死传闻时，社会反馈才会如此剧烈。因为他不仅是一个老师，他已经成为了无数人眼中那个唯一敢说实话的棋手。哪怕这个实话里掺杂着大量的焦虑投机，但在信息不对称的社会里他依然是很多普通人的精神寄托。
再看一个维度啊，张雪峰的朋友圈显示，前天也就是3月22日，他还在打卡跑步7公里，整个3月累计跑了72公里。一个保持高强度长跑的人，身体素质应当非常的强悍。但是别忘了呀，2023年他曾因胸闷心悸被强制住院，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一个每天教别人如何规避风险、如何稳健生存的人，自己似乎一直处在某种极致的透支中。这种强悍体魄与突发噩耗之间的反差，本身就是这个卷到极致的时代里最具代表性的悲剧缩影了。我公司账上永远有这个钱，他妈的打你钱，老子天天打你钱，整体最起码赚他妈1个亿，就他妈这一定，我们这一代人一定很狠，要始终坚信。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实现了一切，我们实现的理想。真的就是看这个阅兵特别的激动。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拿这些游戏的武器，不是为了他妈的干这些人或者是吓唬人的，你知道吗？我不是为了国家，对吧？那天我在直播间说，我说他妈的，到时候我们统一的时候，你看我的这个，我说什么枪声打响那一天，我他妈至少捐5毛。这个抗战胜利纪念阅兵时候，我们的武器一定是一直在往上走，一定是一直在往上走的。我相信我们也是这样做，我们有着先进的武器，我们不是为了吓唬人，我们也不是为了打人，我们是为了让别人不敢欺负别人。为什么我们今天阅兵？我个人觉得有这样的一层原因，就是今天我他妈领这么多兵，你们不要再像 N 多年前一样说去轻视我们。这是最重要。最后我想说说我个人的看法，虽然我不认同他的投机逻辑，我不认同他制造焦虑的方式，但在那个时刻呀，我依然心里希望他能平安。这倒不是因为我改变了我的立场，而是因为在这个充满戾气的时代，守住对他人存活的最小善意，是我们作为文明人最后的底线。我不希望这种焦虑投机的商业逻辑通过一场悲剧被终结，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啊，随着社会的理性和透明，大家不再需要这种焦虑的药方，我们需要它作为一个清醒的，甚至是有争议的标本，活在那里，继续接受舆论的审视和博弈。真相还在飞，希望那个跑了72公里的张老师能亲口出来，给这个混乱的下午画个句号。中国未来如果攻打台湾，我就捐款5000万。讲这句话的人最近去世了，中国大网红张雪峰，就是那位专门收费教别人高考如何选择志愿的所谓考研辅导讲师。上个月93阅兵之后，张雪峰刚刚才对党和国家表过忠心，说中国如果攻打台湾，他个人至少捐款5000万，他的公司捐款1个亿。枪声打响那一天，我他妈至少捐50万，整体最起码捐他妈1个亿，就他妈祖国统一，拍胸脯瞪眼睛的。但没想到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豪言壮语刚讲了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全网账号就都被禁止关注了。他的账号被禁止关注之后，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了长文，明显是愤愤不平啊，说为什么我爱国不能大声说出来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表达民间对祖国统一的决心呢？最后一段干脆来了个小孩子的赌气文，我太蠢了，我明明已经上岸了，干嘛不享受每年大几百万的捐款呢？我干嘛要公开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呢？我懂了以后，我就老老实实挣钱，老老实实生活，我受教了。其实写了这么多，内心就是一句话，我都舔成这样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惩罚我呢？一直以来我都知道这个人，但从来没去看过他的任何节目和直播。但这次看了这篇朋友圈文章，我是真的惊呆了。我吃惊的是，一个被千万中国家长托付来决定他们孩子未来人生方向的人，居然是这个水平的。你要是不说，我真以为这是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写出来的东西。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文化越低，感叹号越多。我不知道你们在生活中发现没，越没文化的人，他们用的感叹号越多。你看看张雪峰这篇东西，这还不是一句一个感叹号啊，
是一句3个感叹号啊！不仅连续用3个感叹号，还连续3个问号、4个问号，还有这样的文笔，让我读小学的侄儿看他都要皱眉的。这篇东西我耐着性子读，真有点胃酸倒流，随时都能作呕。好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张雪峰这么一个明显水平低下、满嘴脏话、粗鄙不堪的人，不仅成为了全网4100万粉丝的大网红，更神奇的是，居然能让那么多中国家长把自己孩子未来的前途交到这样一个人的手上？为什么那么多中国家长对于自己孩子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质疑大学应该选什么专业，会选择去相信这样一个教育痞子的建议呢？我认真的去思考了以后，得到了一个结论：张雪峰之所以能够这么火，完全是因为中国特殊的教育环境造成的。这里我指的教育环境，不只是学校的教育，还包括家庭的教育。中国学校训练考试，极其压抑思考，把教育变成一场毫无灵魂的竞争，而中国家长则习惯全盘控制孩子，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延伸。两者共同营造出来的中国教育泥潭，成就了张雪峰。粤语里有句话叫做“草夯寸草臭”，就是臭粪坑里长出了臭草。只有在中国教育这个大粪坑里，才能滋养出张雪峰这样的臭草。那么今天我想深入的来聊一聊，具体是中国教育大环境里的哪些因素，让一个靠讲段子、骂脏话、卖焦虑的教育流氓，成为了全民导师。但在我们开始以前，也许有些墙外的朋友们对张雪峰不是特别了解啊，所以我先非常快速的介绍一下这个人的发家史。张雪峰其实不是他的真名，张雪峰原名张子彪。张雪峰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毕业于河南郑州大学排水专业。郑州大学本科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不知道是中国所谓的211院校其实也挺水的，还是张雪峰丢了郑州大学的脸，并不能代表郑大的平均水平。欢迎郑大的校友来为母校平反啊！张子彪毕业后加入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将近10年后，据说是在业内小有名气，于是决定单飞，陆续在苏州和北京成立公司。张雪峰开始走红，是因为他在2016年6月的一段讲座视频，叫做7分钟全面解读34所985考研名校，武大和华科都自称是湖北省排名第1的学校。武大说我湖北第1，华科说屁，我才是第1，知道吧？那你考这2个学校就有特点了，怎么样？你复试的时候一定要说一句话，比如说你要考武大，你一定要说什么话？老师，我最他妈讨厌哪个学校挂科了，是吧？那破学校跟我们学校争第1，我呸！英雄所见略同，知道吧？马上录取你哈！但是在咱们全国每年都有很多很牛逼的傻逼，把哈尔滨理工大学当航空大去爆。成名之后，张雪峰经常以博眼球的言论引起争议。他的特点是经常把一些学科贬得一文不值。比如他曾经在一场直播当中说：“孩子，我告诉你，所有的文科专业都叫服务业，服务业总结成一个字就是舔。”甲方都是对的，爷我给你笑一个吧。嘿嘿嘿嘿。本次封禁他账号后，官媒批评他的文章是这么说的：一直以来，张雪峰的教育指导充满极端功利化色彩，其不断强化天坑专业的概念，将数学、物理、化学、土木等基础学科和重要工程学科视为就业陷阱，将动摇国家长远发展的人才根基。张雪峰也曾经说，考研并不是比谁的底子好，比谁更努力，而是看应试技巧，引来了教育界的不满。其实呢，张雪峰走的是一种教育实用主义，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当中，实话说，我个人也觉得并非全错。比如说，他另一件引起争议的事件是告诉一个家长，如果他的孩子要报考新闻系的话，就把他打晕。如果我是家长的话，这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一定会干一个事儿，就是把他打晕。对于一个新闻完全被国家管控，所有的媒体言论都是经过严格审查才能发出去的国家，确实没有必要读新闻系。这点我觉得他说的也没错。
只是他不敢明说不建议读新闻系的理由罢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教育功利主义化的社会，张雪峰确实有他存在的价值。问题是他功成名就之后过于狂妄了，他所提供的服务似乎也是建立在一种制造焦虑再收割的模式。他提供的高考填报志愿服务价格相当高，梦想卡12999元，圆梦卡18999元。终于他的狂妄踢到了铁板，就是当他开始鼓吹台海战争。前2天我们看阅兵，看完以后我就很激动，我说他妈的，统一战争枪声打响的那一天，老子他妈先捐5000万过去。我不知道你们在网上没有看那个视频，哈哈他妈的，第一批先捐5000万，整体捐他1个亿。妈的，我说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看到祖国统一。那个视频被人发到外网去了，那个视频被人发到外网去了。我们本地网信办的领导跟我说你查一查他妈谁发的，太他妈坏了，爱咋咋地，爱咋咋地，老子不移民，你爱怎么样怎样，我不在乎，我怕我就不会说。其实啊，官媒说的这一堆关于封禁他的理由，我全都不买账。在我看来，他被封就是因为说了中国打台湾他要捐款5000万的言论。你可能会说啊，这话很符合习近平和小粉红的战狼思维，中共为什么要不高兴呢？但问题是，他说这个话等于把习近平放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就是上海话说的把人顶到杠头上了。假如习近平还没做好打台湾的准备，你在这个时候煽动人民情绪，让民间声音不断地在喊打打打打，是不是让人民和中共搞对立呢？又假如习近平是近期就想要打台湾的，那是不是打了相当于有你张雪峰一份功劳呢？民间会不会说还得是张雪峰啊？要不是他喊着要打，国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动手呢？根本问题就在于，在朝廷的眼中，无论国家想不想打台湾，都轮不到你一个屁民来瞎指挥。不过呢，总体来说，因为他的站队是正确的，属于爱国爱党这一边，所以我预测他跟霍成峰的永丰不一样，应该只是暂时封他一小段时间，挫一挫他的锐气，提醒一下他谁才是主子。看他听话了，过阵子应该就会打开笼子放出来了。好了，好像有点扯远了。现在我就来聊一聊本期的主题：中国特殊的教育环境是如何成就了张雪峰的。主要我认为有3点。我们先讲学校，再讲家长。第一点，中国大学挑选专业的方式其实非常的不人性化，因为它就跟高考一样，一选定终生。选了以后几乎就很难再换专业，所以父母和孩子们普遍把报考志愿当作一锤定音的人生投票，生怕孩子选错专业耽误了一生，于是这种焦虑心理就产生了对权威答复的渴望。张雪峰就是他们心里的那个权威。我本人中小学接受的也是中文教育，亚洲教育，但我本科和硕士都是在美国念的，所以这里我就用美国大学挑选专业的方式来做一个对比。在美国啊，进入大学之前是不强迫你挑选专业的，你要是无法决定，就先进去了再说。那最晚什么时候要决定呢？你以为就给你1个学期、2个学期的时间吗？错了，4年本科。你可以一直到大2结束前才决定你的专业，也就是给了你整整2年的时间去考虑。在我看来，这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仔细想想啊，一个17、18岁的青少年真的了解自己吗？真的知道自己未来几十年的人生要从事什么职业吗？别说17、18岁了，很多人到30岁都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结果我们却在逼迫高中生说，你现在就要做一个选择哦，这个决定将会影响你未来几十年到底要干嘛哦，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压力？这样做公平吗？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你不选择专业，那你前面2年读什么书呢？那不是浪费时间吗？完全不会。这里要分2方面来说。第一，美国的大学非常重视通识教育，也就是除了自身的专业，有一些知识是所有人都应该懂的，不管你是什么专业，你还是必须有一部分的学分来自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等等。
比方说你的专业是电子工程，但你不能说我就全部都只学数学和电子工程。美国大学会规定，你也必须从社会科学这个大类里，比如地理、历史、心理学、人类学等等，你自己挑选3减4门你比较感兴趣的来学习。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你成为一个有健全人格和知识的人，而不只是懂得你的专业。比如，我作为一个计算机科学的本科和硕士，我在大学时期还选修过保龄球课和插花课。你没听错，就是插花，教你一些花的知识和怎么插的好看。我朋友还选修了葡萄酒鉴赏课，修1-2门这类非主流科目，是学校鼓励的，也都是计入学分的，有点扯远了。但意思就是说，虽然你还没有决定专业，但你可以先把通识教育这部分的学分给修完，并不影响你的毕业进程。与此同时，美国大学不仅仅是选专业给你时间考虑，每一门课也给你时间考虑。一般上来讲，你选修了一门课，1到2个月内你都可以随时放弃，我们叫 drop a class， 成绩单上是不显示的。所以每当新的一个学期开始的时候，很多还没有决定专业的同学就会先挑选很多门课。第1个月辛苦一点，每门课都去上个几周，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不喜欢的就放弃。所以你看到了，大到选择专业，小到每一堂课，美国大学都给你充分的时间，真正的去体验、去实践，然后才来说你喜不喜欢。每堂课给你2个月时间，专业给你2年时间，我认为这才是符合人性的、反映真实世界的，这也才是真正的教育的本质。好了，这么一对比下来，我们就能看到，大学专业一选定终身是不合乎人性的。但是，一选定终身虽然给了中国家长和学子们极大的选择压力，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张雪峰能让中国家长们如此追捧。为什么呢？我相信评论区里很多留学生早就已经在摩拳擦掌了。是的，因为英国和欧洲的大学大部分也都是在进大学之前就要把专业确定了。但人家欧洲父母也没那么焦虑啊，人家也没出个欧洲张雪峰啊，靠帮人家挑选志愿，1年赚个几千万。首先欧洲高中跟中国高中也不一样，欧洲的高中生比美国和中国学生都更早进入专业领域。比如 A Level 的考试只有3减4门科目，所以欧洲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前，已经提前接受了更深入学习的训练。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中西方家长对待孩子的不同态度上。这就来到了中国教育土壤滋养出张雪峰的第2个因素。中国家长又菜又爱管，在中国家长的眼中，孩子是永远长不大的。西方青少年到了这个年龄早就独立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绝大部分的西方家长更加不可能到这个时候还去插手孩子应该读什么专业。很多西方的孩子上大学，甚至都是自己半工半读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的。也许西方家长会跟孩子讨论，给予自己的一些意见，但也就仅限如此啊。但中国父母不是的，中国家长会觉得孩子懂个锤子都得听我的，所以就由家长来做调研，家长来决定一个18岁的青年人应该如何选择自己未来的人生。所以你看看张雪峰的直播间里，大部分都是家长来咨询的。中国父母永远放不开，中国孩子永远长不大的这种状态，对那些没有长期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我想我可以用2017年一个在中国感动无数人的广告短片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是一个由招商银行推出的信用卡产品广告，标题是“世界再大，大不过一盘番茄炒蛋”。广告一开始是一个年轻人慌张地在厨房里切番茄。这是我来美国留学的第8天，好像打开了新世界。原来是因为他即将参加一个 potluck 派对。在美国 potluck 派对就是每个参会的人各自带一道菜来参加，那么提供场地的主办人就没那么累。妈，我问你啊，这个番茄炒蛋是先放番茄还是先放鸡蛋？宝贝啊，我跟你说啊，然后就是妈妈发来了语音教程，但是她搞不定。那个鸡蛋呢，打匀里边放点盐，
妈，你这发的什么东西啊？我听不清楚。你这不行。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他妈妈发来了视频教程，亲自演示该怎么做番茄炒蛋。第一步就是打蛋，打蛋可有讲究哦。后来就是他的那道番茄炒蛋在派对上大获好评，然后他被朋友们提醒了，原来中国和美国有12个小时的时差。这个时候，短片镜头回到了几个小时前，在中国那一端发生的情景。妈，我问你啊，这个番茄炒蛋是先放番茄还是先放鸡蛋？是把这个鸡蛋呢先打番茄药？妈，你这放的什么东西啊？我听不清楚。你这不行，盐不能太多啊，就这个盐就可以了啊。拍到了吧？拍到了是吧？对，会了没有？会了没有？哈哈哈！这个广告当时一出来，哇，朋友圈里一堆人在疯狂转发。2017年那个时候，抖音才刚刚起步，基本都是通过微博、公众号和朋友圈在传播，个个说是热泪盈眶，百感交集。中国的父母多伟大啊！但当时我看到这个短片的时候，只有恶心2个字可以形容。我当年就跟现在是一样的个性。不吐不怪，发了朋友圈跟大家唱反调，怼这个广告和被这个广告所感动的人。我说，如果短片里这个男主是我的孩子，那我就是一个彻底失败的父亲。第一，自我为中心，居然连时差都不考虑，大半夜吵醒父母睡觉，就为了个番茄炒蛋。第二，毫无生活自理能力，网上什么食谱不能找到，都18岁的人了，炒个鸡蛋还得找妈妈。第三，完全没有规划能力，锅都烧开了才想到自己不会做，这个人是有多蠢呐？就算你是个妈宝男，哪怕早半天一天提前问妈妈，也不至于搞成这样。总的来说，要是我培养出一个这样的孩子，我就别活了，太失败了，没脸见人。当然，剧情是虚构的，但最可悲的是，这么一个剧情居然在中国大获好评，一堆人感动得一塌糊涂。这短片最后还赢了一个什么金狮奖，我去！由此可见，在中国一个人到了18岁还能如此无能窝囊，如此依赖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是被广泛接受的。各位，就是千千万万个这类永远想管着孩子人生的父母，培养出了千千万万个软弱且不独立的年轻人，于是他们共同孕育出了张雪峰这样的全民导师。以上还只讲了中国家长又菜又爱管当中的爱管，还没讲又菜。张雪峰是在2016年左右开始火的，我们稍微计算一下就知道，过去这近10年来上大学的基本都是00后，那么他们的父母基本都是70后，一部分是早期的80后，这部分家长当中还是有很多来自农村小镇的，本身文化也不是特别高，明明他们自己什么都不懂，还特别喜欢管孩子，于是就特别渴望有个权威人物来为他们解答疑问，缓解焦虑。而像张雪峰这类夸张言论、市井泼辣的风格，特别能够煽动和吸引底层人。越是底层的人，越是崇拜所谓的权威。不然你看，保健品在乡下怎么卖得那么好？我并没有歧视乡下人的意思啊，我自己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小镇，我父母亲也都没上过大学，但是他们比较开明，一直以来都尊重我的选择。小学时代我说想当律师，初中在学校接触电脑之后就改为想学计算机科学，他们从来也都是支持。后来我申请美国大学的整个过程，从研究各所大学的排名和费用，了解申请流程，考托福准备材料、填写表格等等等，全都是我自己上网调查以后独立完成的。我父母没有参与过一丁点儿，不是他们不在乎、不关心，而是他们不懂，所以就不会去瞎指挥。最重要的是，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很独立，所以他们也信任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懂得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应该说，我父母的工作在前面就已经完成了，那就是培养一个能够独立思考、敢于质疑、懂得选择的孩子，而不是一个18岁了还要为了炒个鸡蛋半夜吵醒父母的废物。说到我自主完成申请美国大学的调研和申请工作，这就来到了中国教育环境成就张雪峰的第3个因素。中国高校的教育信息非常不透明，
在我申请美国大学的大约半年时间里，我通过自己的调研成为了美国大学的专家。基本上，美国排名前50名的大学信息我都了如指掌。你随便说一所大学，我都能立刻告诉你它在哪个城市，学生人数、学费多少、师生比例、托福要求多少分、计算机和工程学院的全美排名等等等。但重点是我要去调研。首先，世上得存在这些信息吧。你要知道，我申请大学的时候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啊，那个时候我用的互联网还是通过拨打电话接通的那种，跟我差不多同龄的人对这个声音应该都很熟悉吧。那个年代网上的信息比现在可少多了，但那个时候美国大学的信息已经非常完善了，从专业信息、课程设置到就业去向等等，都有公开透明的数据和辅导体系。除了美国大学自己个别的网站，还有很多别的机构对这些信息做了统计和整理，比如 US News、Princeton Review 等等。除了教育信息，还能找到相关的就业数据，比如这些大学的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平均工资是多少，细分到不同的专业。但是在中国，哪怕是到今天，这个互联网已经极致发达，网上信息比我那个年代已经翻了好几百个数量级的情况下，其实中国教育信息依然是非常混乱和不透明的。中国缺乏完整的大学排名和学科排名，还有比如真实的毕业去向分布、各专业的就业率数据、岗位去向、课程难度、转专业政策等等。关键信息很难以可验证的方式获得。就算有些大学自己公布了就业数据，大家也不怎么相信。一个连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大家都不敢信的地方，人们怎么可能相信高校公布的数据呢？而在数据缺席的地方，话语权就自动让位给了所谓知道内幕的人。于是张雪峰这类所谓提供内幕、揭秘门道的人就有了市场。最后一点，除了学校和家长，其实整个中国社会那种功利主义的氛围，正是张雪峰成长的最佳土壤。在中国社会，对成功的定义是非常单一的。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从1000多年前的科举制度开始，这种观念就已经深植于中国的社会文化之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读书就能当官，当了官才能跨越阶层成为人上人。这就是整个中国社会对成功的唯一标准。升官或发财，最好是两者兼备。既然成功只有一种标准，那么把书读好了，就成为了人生的唯一选择。在中国社会当中，似乎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如果读书这条路走不通了，似乎就相当于人生毁了。于是就形成了极大的考试压力、升学内卷和就业焦虑。既然唯有读书高，那么读什么书自然也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既然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找个工资高的工作，那么所谓的王牌专业或天坑专业，这种二分叙事法自然就有了流量。所以综上所述，中国大学专业一选定终身，教育信息不透明，家长又菜又爱管，以及整个社会的教育功利主义，张雪峰的出现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就算没有张雪峰，也会有王雪峰、李雪峰。虽然张雪峰现在被封禁了，但这并不是中国社会对这种畸形教育环境的反思，这只不过是因为一次政治表演的失误所带来的短暂性惩罚。只要中国教育环境不改，只要中国家长依然习惯用控制代替理解，用焦虑代替思考，用权威代替判断，那么张雪峰们就不会消失。中国的问题从来就不在张雪峰，而在于功利的教育土壤以及无数造就张雪峰的家长。只有当家长们学会放手，当孩子们学会独立，当教育回归理性，当社会学会尊重多元化的成功标准，中国的张雪峰们才会真正的消失。